原文：视之而弗见，明之曰为；听之而弗闻，名之曰希；闻之而弗得，名之曰夷。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患而为一。一者，其上不收，其下不乎？循循何不可名也？夫归于无物，是谓无状之状；无物之象，是谓乎妄。随而不见其后，迎而不见其首。执今之道，与欲今之有，以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白话：人的视觉、听觉、感觉都有范围，知是主观意识对物象的解读。当意识极尽专一入定时，就能发现万物皆是空幻。因此可知，高速运行的萦绕残像，是万物的成像原理。无从得知运行始末，但能用既有的现象来推论宇宙的起源。人的视觉、听觉与触觉都有其范围与极限。我们所感知的世界，其实只是意识对外在物象的一种解读。当心念极静，意识专一而入定时，便会发现万物的存在原来皆是空幻的投影。那高速运行、萦绕不止的残像，正是万物成像的根本原理。我们无法窥见运行的始末，却能从当前的现象推论宇宙的规律与起源。黄老之学是非常务实的古代智慧集成，它不仅拥有清晰的理论架构，更如《孙子兵法》般具有直接可行的实际应用价值。然而，黄老与孙子之间也有根本的差异。现存的黄老之学主要来自李耳所留下的笔记，内容包罗万象，却彼此独立，未经系统整理。而《孙子兵法》则是孙武融汇古代兵家经典，以严谨的逻辑与分类编纂而成。因此，在研究黄老思想时，若只是陷入虚华、空泛，甚至荒诞的道德经史思维，便会偏离其本来的实践精神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汉儒后来将黄老思想中的忽妄改作忽恍，这糊涂的杜撰，实则改变了整篇哲理的思维方向。忽是极高速的运动，如光影一掠而过；妄则是极度盈满，如满月凌空。忽妄的意思是形容万物成像的原理。妄就像我们观看万物一般，那是由无数原子致密排列而成的世界，光线在其间反射，进入眼中，再经由视觉细胞转化为灵魂能感知的讯息。然而，我们眼中所见的形色与轮廓，其实只是无数电子以及高速度运行时所留下的一层幻影。这一切光与影的叠加，正是妄，万物成像的视觉幻象。而忽则像是我们对原子的观测。电子之所以能恒久绕行原子，是因为它以难以想象的高速运动跨越了时间的界限。以原子色中为例，它每一秒在能阶之间跃迁91.92631770次，每一秒都是近百亿次的能阶震荡。那么，一次能阶的跃迁又要经历多少次常规绕行？这已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。因此，
从早期的电子云到今日的不确定性电子，我们所见的只是时空观测精度的局限。这也是为什么量子观测会呈现出飘忽不定的测不准现象。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闻之而弗得。这句话的意旨与《心经》中所说的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有着相同的精神。当修行者心念专一，意识入定，便能看见宇宙万物的真相，一切皆空，因为所谓的万物不过是意识的投影，是心对外境的相对解读。黄老思想中所说的混而为一，一者其上不收，其下不忽，循循何不可名也。复归于无物，与心经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是黄老的表述更加具体，他指出，当修行至极境之境，意识便能由相对转化为绝对，那时主观意识将与宇宙意识相通，超越肉体的束缚，以纯粹的觉知探索天地与万物的奥秘。这便是视之弗见的真意，见不可见者，方能见万物之本源。因此，若能超越时空与意识的束缚，便能真正看清电子的本貌。所谓其下不忽，是指当我们将观测的时空区间缩小，精度提高，电子便不再飘忽不定，而是如同观察地球般，能清晰辨识其形态，甚至精准预测它的轨迹。相反地，所谓其上不收，若我们将观测的时空区间放大，那么观察地球的结果反而会如同观测电子一样，出现测不准的现象，无法掌握其规律与行迹。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观察者本身的时空尺度，决定了他所见世界的样貌。现代物理是以物质探究物质，这种方法虽精密，却也注定有限，因为原子与电子并非宇宙中最微小的存在。宇宙的结构层层递进，可分为7重，人类所处的世界是第5层，地球就是第5层世界的载体，而电子则如同微观世界的行星，故可以称为第4层世界的载体。若想真正突破时空的局限，便不能只依赖物质的观测，唯有透过意识的深层开展，才能通达更高层次的真相，那是以心观宇宙，以道察万物的智慧。我们来看一下刘彻与汉儒把这篇黄老之学改成了什么样。视之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博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这段《道德经》的魔改章句，可以用于描述道的无形无相、玄虚空幻，超越人类感官与概念的极限；然而，也可以将不可见、不可闻、不可得的特质，实际应用于信息控制与思想封锁，它就变成了一种极为精巧的维稳手段。因为当权者若能让真相视之不见，让一生听之不闻，
让求知者博之不得，那么现实的全部就由被允许看到的组成。真与假不再取决于事实，而取决于系统所选择展示的片段。这样的道当然是在倒行逆施，但均本思想本来就是如此。道德经可以作为驯化圣灵的玄虚之道，也可以实际应用为断绝真相的无形之术。在这样的体系里，混而为一成了极端的同质化，多元声音被抹平，思想被统一，人民被迫在幻象的一之中寻找安全感。这种混一不是天道自然的融合，而是人为权力所制造的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魔改的经文仿佛成了一面镜子，它映照的不只是语义的变形，更是被权力用作引真护权的工具。而当一切都成为权力的工具，真理便不再可见。万物的存在皆源于观者的心，心若静，万象即空；心若动，万象即生。视之福见并非无物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所谓看见，其实是意识在造像。当我们执着于形象，便被幻影所迷；当我们放下形象，真相自然显露。黄老之道讲的不是抽象的哲理，而是让人回归真实感知的智慧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宇宙的运行并不只存在于外，而是同时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流转。当观者与被观之物不再分离，当意识能自由出入时空，那一刻便是混而为一的境界，无上无下，无呼无收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。那不是遥远的彼岸，而是此时此刻一念清明中的无限宇宙。